这几天，中国汽车圈可是热闹非凡，不是什么好消息，而是噩耗连连。各大豪华品牌 4S 店接二连三的人间蒸发，把一大批车主和员工扔在了路边。这些昔日的汽车销售神店，如今却上演着跑路潮的闹剧。先说说最新的大瓜，宝马全球首个 5S 授权经销商，曾经的行业标杆北京兴德宝，在10月下旬突然关门大吉。这家占地 2.8 万平米、曾经风光无限的旗舰店，说关就关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更可笑的是，紧随其后，福州中宝、福建兴德宝等多家宝马 4S 店也跟着玩起了人间蒸发。一大批车主交了钱却提不了车，售后服务卡里的钱打了水漂，连零配件都取不回来。这些 4S 店都是新加坡 GA 控股有限公司的产业。说到这个 GA 控股，那可真是豪门啊，旗下经销的可都是宝马、Mini、法拉利、保时捷、玛莎拉蒂这些豪华品牌，遍布北京、哈尔滨、厦门、福州等地。可现在呢，旗下的老牌店厦门中宝，早在9月就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了，一大批车主的合格证被银行扣住，人财两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 4S 店倒闭的说辞倒是挺统一，因资金流紧张、市场环境变化等多方面重大挑战，反正就是各种不可抗力。可问题是，这些豪车 4S 店怎么突然就集体不行了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今年预计将有4000家 4S 店退网倒闭，而往年的倒闭数量也就在2000家左右，这意味着倒闭速度直接翻倍。各大豪华品牌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，英菲尼迪在年初就关掉了1半以上的经销商，目前只剩58家在苦苦支撑。保时捷的经销商们在5月份集体上书诉苦，称亏本卖车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到了8月份，北京现代的经销商们更是直接联名要求暂停提车，因为库存压力实在太大。而奔驰、路虎、别克、雪佛兰，甚至包括新势力品牌哪吒的经销商，都在玩着集体消失的游戏。最让人心寒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。2024年上半年，全国居然只有 35.4% 的汽车经销商还能保持盈利，也就是说，超过一半的 4S 店都在亏损经营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整个汽车经销行业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，而且这个寒冬还在持续升级。原本高高在上的豪华品牌 4S 店现在也扛不住了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这些 4S 店关门前还在疯狂吸金，搞促销、办储值卡、做保养套餐，把能收的钱都收进口袋，然后一夜之间人去楼空。这不是明摆着的割韭菜吗？受害的不只是那些交了几十万买车的业主，还有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员工。有的店员工资都被拖欠7、8个月了，到现在连个说法都没有。这一轮 4S 店的倒闭潮，简直就是中国汽车市场阴霾密布的写照。当年那些靠 4S 店发家致富的老板们，现在怕是都在盘算着怎么体面的收场吧。最近这场 4S 店倒闭潮已经从1线城市蔓延到全国各地，特别是天津的情况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先说说天津最大的奥迪 4S 店永豪奥达，这家注册资本3000万、总投资高达 1.75 亿的巨无霸经销商，建筑面积足足有 1.8 万平方米，光是销售展厅就有3000平方米。可就是这么一家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大店，说倒就倒了。最讽刺的是它倒闭的方式。11月12日，门店还在正常营业，展厅里的豪车都还在闪闪发亮。结果第二天一早，所有展车就被偷偷运走了，连展厅里的电视机都被搬空，只留下一地鸡毛和傻眼的车主。据统计，仅这一家店
就坑害了至少1500名车主，涉案金额过亿。一位姓李的女车主气愤地说：“这哪是正常关门啊，分明就是有预谋的诈骗！前一天还在收钱办储值卡，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。现在会员系统都登不进去了，客服电话打不通，微信公众号也改成自动回复，这不是明摆着卷钱跑路吗？”更让人心寒的是，永豪不只是坑害车主，连自己的员工都不放过。据爆料，店里70-80号员工的工资被拖欠了好几个月，有的人被欠了半年工资，有的被欠了3个月。最绝的是，公司居然规定员工要在离职申请上写公司不欠工资，否则就不给办理离职手续。天津的惨剧还在继续上演。紧接着，天津的2家别克 4S 店也跟着跑路了。就拿空港会议别克 4S 店来说，受害车主就高达上千人。这些车主花了大价钱买的双保服务，现在全部打了水漂。光是这一家店的受害金额就超过了100万元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如野火般蔓延。广东永奥投资集团旗下80多家门店一夜之间人去楼空，涉及问界、奥迪、大众、奔驰、宝马等多个品牌。重庆的广汇汽车至少3家 4S 店关停，加特利的多家店也跟着倒闭。北京的凯迪拉克 4S 店因经营不善关门大吉。盘锦的丰田 4S 店老板卷走车主上百万的置换补贴款和保养款后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一位 4S 店销售员道出了行业的残酷真相：现在消费降级太严重了，高端车卖不动了。以前一个月能卖10几台的豪车，现在连3、4台都凑不齐。库存压力大，但厂家的任务指标一点都不降，这不是逼死人吗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波倒闭潮还在继续扩大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还有不少 4S 店在苦苦支撑，随时可能轰然倒塌。一位自称在 4S 店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感叹道：“以前 4S 店真的很赚钱，老板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。可现在呢？天天都在算计怎么还银行的贷款，这个行业可能真的到头了。”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，近4年来，全国消失的 4S 店超过8000家。2020年退网2362家，2021年退网1400家，2022年退网1757家，2023年创纪录的退网2540家，2024年上半年又倒闭了近2000家。这哪里是什么市场调整，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。而这场灾难的代价，最终都转嫁到了无辜的消费者身上。有的车主刚付完几十万买车款，车还没上牌就被告知 4S 店倒闭了。这些车成了没有牌照的烂尾车，连上路都成了问题。为什么中国的 4S 店会在短短几年间陷入如此严重的困境？让我们抽丝剥茧，看看这场灾难背后的真相。先说个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4年上半年，全国汽车经销商的平均库存周转天数突破90天，而正常水平应该是45天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车卖不动了，但新车还在源源不断的进来， 4S 店就成了一个超大号的停车场。一位豪华品牌 4S 店总经理透露，以前一台豪车至少能赚5万到10万，现在呢，能保本就不错了，很多时候还得倒贴钱卖，就为了完成厂家的销量任务。来看看具体数字，豪华品牌 4S 店的平均毛利率从2019年的 8% 降到了现在的 2%。新车销售已经从过去的主要利润来源变成了亏损大户。一个中型 4S 店的月固定成本高达200万，光是房租就要40至50万。更要命的是，很多 4S 店都玩着高杠杆的游戏。
一家正常运营的 4S 店至少需要囤积2至3个月的库存，动辄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。这些钱从哪来？当然是银行贷款。但现在银行集体收紧了贷款，一些 4S 店的资金链瞬间就断了。我们拿永豪奥达举例，他们就是因为某银行突然抽贷而导致崩盘。问题是，这种抽贷行为正在全国蔓延。对比一下触目惊心的数据，2023年，汽车经销商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 85%， 银行对 4S 店的新增贷款同比下降 60%， 超过 40% 的 4S 店面临着严重的现金流危机。中国经济下行的阴影正在笼罩整个汽车市场。一位业内人士无奈地说，现在40万以上的车基本卖不动了，有钱人都在观望，年轻人更倾向于买2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。看看这组数据就明白了。2024年1至10月，豪华品牌车型销量同比下滑 25%，30万以上车型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 15% 降到现在的 9%。新能源车在20万以下价格区间的占比达到惊人的 78%。4S 店模式本身就是个畸形的商业模式，它要求经销商投入巨资建设豪华展厅，维持庞大的员工团队，还得承担高额的库存压力。这种模式在中国车市高速增长期还能维持，但在市场下行期就成了致命负担。业内人士爆料，一个中型 4S 店的初期投资至少需要5000万，每年仅人工成本就要1000万以上，库存资金占用动辄上亿元，展厅租金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。最让人担忧的是，这场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。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测，2025年可能还会有3000至4000家 4S 店倒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。这场危机不仅仅是 4S 店的灾难，更是整个汽车行业的转折点。它暴露出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性问题，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那些靠 4S 店起家的汽车大亨们，恐怕做梦也没想到，昔日的印钞机会变成今天的定时炸弹。